是吧？你要说灵魂这东西是不是存在，我认为它存在的，因为我认为以人类大脑的处理能力，其实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东西，肯定有某种内在灵魂，是吧？你目前人类是吧？你相信我，如果说你的条件没有你现在说的这么安稳啊，这么舒服，你也不会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的恐惧啊，那么的惊慌失措呀。其实你的天性、你的根性，不是那个程度的人啊，你就是天生比较放松，比较达观的这种人。那天我跟那个萨还有那个印度的萨格尔去广州进货嘛，他们都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放松先生，我操，放松小哥 ，Relax Man， 我操，这个很难得。我看到我当时我那么紧张，工作强度那么大的时候，我都快崩溃的时候，哇！我一看他那充满佛像的脸，哇！我整个人瞬间放松下来了。他的灵性其实很高，很好，非常放松。做什么？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很他妈无聊。没有啊，这就是你的本性啊。那他做什么呢？那他无聊的时候，可以比如说做些什么？灵性高的人不代表他就很完美了呀。那他现在处于这种尴尬期的话，就是对吧？我也无聊啊，对吧？都是一样的，都是无聊的。哎，无聊是你的一个阶段，你最终会走出这个无聊的，这个不要紧，因为至少你已经从恐惧当中走出来了。是啊，我曾经读书，经历那段时间，经历过一段非常焦虑、紧张、恐惧的一段时间。是的。那个学习压力很大的，然后我又真的不爱学，专注力又不太行的，然后他天天跟那帮专注力猛的一批的学霸，天天那边的头一坐教室是吧，头就扎书里是吧，一回家头就扎书里，哇，太恐怖了！我他妈换我重新来一次，他妈打死不去那种班级那种学校，随便找个垃圾学校是不是？随便一读，我操，他妈全班第一多爽！我妈我去那种学校受罪，我操！我也有相同的经历。真的是服了。你当时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怎么？我呀，我当时我就跟那个张同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非常后悔考那样一个高中，然后就应该像他说，考一个最普通的学校，然后去当那个鸡头去享受那种虚荣感，这就是我的梦想。有了虚荣感是吧？什么校花班花都被你给泡到了，是不是？对，主要到那种学校他妈去那种学校挣扎，去那种好学校挣扎，他妈挣扎了半天还是个普通人，我真的服了。对，咱俩的经历很相似，但这个也是我们的剧本。那么最终你是通过这个东西变得更清醒了嘛？所以说也是一种收获。对，哎，那你就是在上一期当中 ，Kevin 你提到了，就是他中学的时候是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未来还有可能会有一个更高级的阶段。那未来的那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刚才你没进来嘛，我说其实他非常像孙悟空，他就是经历了那个花果山，然后弼马温，然后什么菩提老祖，然后这样一个修行学习的过程。那他最终其实以我来看的话，我预言他会走向就是成佛的道路，就是被观音菩萨点化之后，然后他会这样一路西行。去求取真经，我是这么觉着。我操，这么神奇吗？有人会点化我吗？成佛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我操！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然后你就找到方向了。你们什么频道？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啊，回头去关注一下。对，没准你就一下感兴趣了。哎，还要人点化我一下，也不知道这贵人什么时候能遇到。哇，很快哦，很快了，我感觉禅机要到了。真的假的？哎，我其实有可能贵人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哎，你可得了，别胡说。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已经灵性觉醒了。其实，你看他这种不恐惧的状态，这种自由的状态，其实他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了。已经超过咱们中国人可能我觉得90%以上了，真的，只是他不自知而已。就打一个比方，就他可能会觉得害羞啊。就有些人很美，长得就像对吧，像那个关之琳呐，那些林心如似的，但是自己不知道，完全也不照镜子，就是不觉察自己这种人啊。但是其实恰恰是这种人，他才会有这么高的灵性。如果他每天都关注自己高来高去的话，反而没有什么好处对他。对，那也是一种执念。对。
哎，那个成佛的道路成佛了，那是什么样的？不是你们说的佛是什么东西？佛是怎样一个画像呢？佛是什么样的？就天天坐里面啥也不想是吗？有点可怕，我操！成佛呀，其实成佛就是你最终会成为你的本质，你的本质就是自由，就是爱，就是你的灵性哦。就是如果按理论来讲就是这样，如果大白话的话，就是说你最终会走向终极的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你会去走上你的内心真实的声音引领你的那个道路，而不是社会给予你的、别人告诉你的，或者说那些应该做的事情，你最终会选择你自己要做的、要成为的。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反正我现在一直在遵循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吧。内心的喜好，跟你说的也是一个东西，一个概念。是你一直非常尊重你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我一直这个是你的天赋。对，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根据现实的反馈啊，反正各方面的反馈来思考，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都有点搞不清楚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到底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邪恶的人呢？到底是一个，我总感觉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形容词那种感觉。就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吗？因为你在很真实的看待你自己的每一个想法，你没有压抑自己，你也没有很虚伪的去面对你的所有的想法。对，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自己某些想法是受一些童年啊别人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才有造成我现在的想法。然后我就会思考，如果就是我自己完全是出于自己最本质的想法究竟是怎样的？有时候总感觉别人在干涉我的想法，因为有一些知识嘛，就是有一些社会性的一些概念嘛，就灌输在我头脑里，让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你说的特别，偶尔会有吧。对，你这个反思非常有价值，所以我觉得你的智慧其实是不错的，能够反观这些东西本身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这个是需要比较高阶的一种觉察或者说清醒的状态，你才会有这些东西就是一种觉察力或者说内观的能力。反正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清理吧。把一些觉得不干净的东西、不干净的想法清理出去，一直在做这个，一直在重复做这个过程。反正我每天的思考是吧，每天抽根烟在那边想东西，都是在不断的把。也不是说一直说这个吧，就是偶尔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会把让自己不舒服的想法给清理掉，或者说去思考为什么会清除大脑病毒。是，对，他已经开始就是那种清除病毒的感觉。对，你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在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但是我也觉得每个人的内在不一样，所以说别人的建议呢，也不太好去完全去听，只能说做个参考。反正每个人。所以我想表达一点，就是你的智慧其实非常好，非常的不错。所以说你不是一个轻易会被人洗脑的人，很难被人影响或者说洗脑的人。这人说对别人这种洗脑，我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想法，我听都不想听。是的，你绝对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传销组织，因为没有人洗得了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是那种就是外界强加的，是那种有病毒的？那你觉得不舒服的？什么样？那你觉得别扭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咱们之前经常聊过，就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才对、才好、才正确，这种都是有病毒的。其实听到这种说法，就是你应该怎样才能怎样。其实我会去听一部分的，我会去做一定的参考的。毕竟，比如说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是吧？他在教导你。他说你应该怎样才会怎样，我觉得毕竟他经历那么多，得出这个经验，我觉得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我不会完全去听，我会去判断他说的这段话到底适不适合我，我能不能做得到他说的这件事情，而且我做他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我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明白。反正我会去做的开放的心态，但是进来的这些内容呢，又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和对自己感受的一个真实的认知。对，我会就像那个什么，是不是你电脑是吧，下载个软件是吧？你把它下载进来，你得查杀病毒吧，是不是？你得把它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文件给它删了吧，是吧？我大概就这种感觉吧。对，做个比喻是这个意思。那你认为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吗？善根？善根，就是善良了。对，就你认为你是一个以善良为本的人吗？我小时候很善良的，很善解人意的，后来被伤害了很多次之后，他搞得我现在对人都有点冷漠。
但你觉得你这个冷漠是你的善根消失了，还是说被压抑了？我也不大清楚。就感觉它已经不存在了吗？还是你觉得某种力量淡化了很多，表达？淡化了很多。哦。对，那个热情。也许我的善根是我小时候的善意，也许是我的父母，我父母比较单纯嘛，给我造成了影响。我家庭环境还我父母我的母亲还算是比较善良嘛，可能是她对我造成影响吧。其实我本质善不善，我还真不大清楚。那你看不看重善不善这件事儿？善其实，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善人，有那么多善举，是吧？做那么多善事，那善这种东西肯定是确切存在的，必然存在的，是吧？恶也是必然存在的。然后我的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嘛？我觉得就还好吧，应该算善吧。因为我这个是根据我喜欢的颜色判断，我觉得我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天蓝色。我觉得喜欢这个颜色的人应该多少会比较善吧，还好吧。通过这个侧面来理解自己。我也喜欢天蓝色，我最喜欢也是天蓝色。蓝色、白色，反正那种颜色都还可以，就是但是我这个我算那个五行生辰八字，说我他妈缺水，然后说什么黑色是属水的，他妈我又不太喜欢黑色，他妈其实黑色也还好，但是一般就是说你让我说哪个颜色我看心情会好，那我觉得不觉得有人看黑色心情会变好，我操。明白。就那你觉得你的内心是向往着光明的，对吧？光明吗？对，因为你说颜色嘛，那你要给我个定义啊，什么样的东西算是光明的，或者你指的光明是什么呢？我指的光明就是真的就是光明。你说太阳光？对，类似于一种感觉，比较光明，比较亮。然后，那你顺带的一些概念理念上，就是比较不完全正面的、积极的东西。不完全，正面的东西能给我正反馈，但是有时负面的东西也能给我正反馈。你会享受那个负面的感受吗？会的。哦，比如呢？比如说，我不举我的例子吧，是吧？我举一个别人那边从小听到一句话吧，是吧？说一个人最大的动力是什么？说什么没钱啊，或者是想改变社会地位啊，或者说让别人尊重自己啊，都不是最大的动力。我听过有一句话说，最大的动力是复仇。虽然我内心没有这个动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吧？复仇这个东西算不算也算是一种对他那个想复仇的人也算是一种能量，是吧？是的，负能量，对。然后比如说我是吧，我也是吧，也想帮助别人是吧，也希望自己能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一些好处，是吧？也可以，假如以后发达了，也可以带他们一把。但是也会有报复心啊，也会有反抗的想法，是吧？也会觉得这个社会很糟糕啊，甚至想把这社会统装这种负面的想法，也不能说负面吧，就是有危害到别人利益的想法，是吧？但是你要怎么定义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也没想好，也不好说。反正那种比较负面的愤怒啊，是吧？愤怒、复仇、贪婪，像这种负面的情绪，其实也能给到我正反馈，也能给到不是说正反馈吧，也能给到我一种能量吧。就是你也不想完全抛弃他们。不是，它是确实存在于我的内心的一种情感，肯定是存在的，否则我100%存在的，对，绝对存在的。这个非常好，你这觉察特别好。但是你是想保有他们呢，还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消失或者扔掉？这种能量是，就是因为社会是不倡导这些能量的，但是我又有这些能量，所以很简单的判断，就这些能量出于我自身。没有，这个不仅存在于你，存在于任何一个人身上。对，只要是个人，我觉得都会有，或多或少。是的，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说我问你一个特别深入的问题，就如果你有能力或者有选择去化解掉或者扔掉这些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我不会扔。你不想选择扔掉？如果扔掉了，那个人就不是我了，我不会扔他了。哦，行，那我就是大约了解了你现在的可能状态就是处于这种阶段，所以你现在处于迷茫啊，或者说无聊啊，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现在就是，没有完全的做出选择，找到那个你想要的那个方向，现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处于一个观察观望的阶段。我感觉我现在处于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一天也没什么事做，之前那些工作也不爱做，然后每天都挺无聊的，不知道做什么。你让我去说认识一些人吧，我又不知道该认识怎样的人，毕竟我认识的在这边认识的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跟我这么聊天的，很少很少。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聊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他们的层次没有你高。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是吧？你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的，对，白天只能敷衍的或者简单的聊一聊行，就是聊多了就。我跟少爷说过，我跟那些其实没什么话题的人聊天，就比如说几个哥们儿叫我出去玩是吧？其实我对于一些没什么不太想说话的人，就我不太想跟他们沟通的人，我是几乎一个字都蹦不出来的。就是一旦我开口跟他们说话，我会觉得他们恶心，尤其很反感。就是几乎给不了他们表情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人敷衍的话，我稍微敷衍一下，你让我长时间跟他们接触，对我来说是一种消耗，你知道吗？那这个原因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你太了解他们所处于那种思想、那种状态、那种阶段吗？是这样吗？我觉得有些就白天该干嘛干嘛了，晚上 KTV 酒吧唱 K 走起那种感觉了，每天都过点无聊的。然后去追妹子了，讨好那些女生了，每天做这种事情了，结果最后也是什么都得不到，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就你认为他们那些行为，或者说他们那种内在的那些欲望和动力是比较无聊的？在我看来就没什么反馈，给不了我反馈，做这些事情给不了我反馈，不好玩。你指的反馈的意思就是不能真正的满足你是吗？对，不能满足我，就这个形容我觉得挺准确的，不能满足我，不能让我感觉到一种满足感。我现在其实就缺一种满足感，一种成就感，就是我现在比较缺这个东西。所以我说我也是缺乏满足感。谁不缺乏满足感？但我感觉他真的非常像孙悟空的这个阶段，就是一身的力量，但是就是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出口去使劲儿，这种感觉。但是又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智慧，就是各方面都不差。我觉得你其实也特别好，你就按照这个阶段走，你早晚会找到一个真正能满足你的一个方向。但是实际上什么时候能找得到是吧？那可能是10天，也可能是10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同学啊或者老师对我评价很高，但是又深深的跌入了低谷是吧？是。又反思自己，发现自己曾经所追寻的一切或者生活的环境都跟一场梦一样是虚伪的。是的，其实别人夸我都有点虚，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说的这些经历和所有的这些感受，我都有相同的类似的感受和经历呢？不知道啊，可能经历类似吧。那如果说我们的灵魂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你能接受？对呀，我猫在扒我们，等一下，没事了，你要说吗？我说，如果说我们可能就是同一个灵魂，这个你能接受吗？是接受不了。我只能说也许类似，但是是吧，比如说就要扯到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人活的上辈子是什么玩意啊，灵魂是什么玩意啊，死后会去哪是吧，灵魂到底是哪里来哪里去的东西是吧，这很难解释。但是怎么说呢，反正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嘛，所谓的玄学就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科学嘛，是吧，就比较高深的科学，是吧？你要说灵魂这东西是不是存在，我认为它是存在的，因为我认为以人类大脑的处理能力，其实是处理不了那么复杂的东西，肯定有某种内在灵魂，是吧？你目前人类是吧？人类这东西，就说出来这样说个事啊，比如说进化，你相信进化论吗？不相信。你不相信？对，我也不信，进化论是最扯淡的东西，是吧？你让我说为什么进化论扯淡，是吧？中国5000年历史是吧？从来没有人见过一只会说话的猴子。对。这进化论是最扯淡的，你看，但是又是生物学是吧？初中老师、高中老师都必须要教给我们的，说什么达尔文进化论是吧？他是最科学的，就很扯淡。对，这个明眼人我觉得都能看出来，对吧？进化论他妈太能，猴子他妈能，猴子那逼玩意能进化成人，我操！猴子他妈一个他妈又坏又蠢，我操！行，那我最后想采访你一个点，就是，你享受活在你自己这个角色当中吗？享受，或者是你喜欢去活自己的角色感吗？现在不太喜欢，好无聊啊！
就是有一种空虚感。起码小时候是吧，大家告诉你都要努力学习，你起码那个时候就是头脑很干净是吧，然后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怎么努力怎么努力。但现在我就很迷茫，很空虚，有一种空虚感。那你接触过佛学吗？没有啊，我不想接触那东西，说实话。其实你们说的很多各种宗教，为什么不想接触吗？就是能了解一下原因吗？信息量太大了，我不太想去看啊。我看的话，我怕他对我的想法产生冲击，就是一些垃圾的想法，一些一听就很扯淡的想法，我还去读那玩意，我读不下去，你知道吧？哪些想法很扯淡？我不知道，就感觉不知道，因为他没去太了解过，但是仿佛又有一种敬畏心，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挺大的，不像随便的去。对，既然它能成为佛学，让那么多人信仰，我觉得它必然有存在的道理或者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总感觉就不太想去接触，我知道我不觉得接触它有什么意义，我并不觉得接触它能对我现状产生什么改变。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种放空的状态，我现在需要一些机会，一些现实物质世界发生一些事情。让我去参与到某个环境中，或者让我看到一些机会，我能做些什么，是吧？你说改变我的思想境界，改变怎样的环境，是吧？佛学那些东西又比较空，然后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帮助几乎又没有。你让我读那东西，我觉得没什么意义。那我可以理解你现阶段实际是想找一个出口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吗？我想做一些事，或者说，其实体现自身价值的这种想法不是特别强烈。想做点事，搞点钱，你知道吧？你除了搞钱还能干嘛呢？就是说，能不能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让我体验一下挣钱的快乐呢？最好又不累那种，是吧？我也想过，但是好像又比如说中彩票，对你来说吸引力大不大？没有什么吸引力。应该是概率上的那种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对，你中了也不会开心。中彩票是一个，我没有，我说我从来不买彩票，不好玩的东西，没啥意思，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就算能让我获得一大笔钱，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一笔钱只是一笔钱。如果说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就是白手起家，或者做什么项目，做什么，对，我现在想增加对社会的一些认识。对，通过自己的那个双手挣来的钱，他会觉得这个除了是钱本身以外，还有一个成就感。对啊，像之前我做代练，为什么不做呢？我做代练一个月挣的不多，但是也能挣个2万块钱，但是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代练我学不到任何东西，他只是打游戏而已。那我学不到任何东西。他这个思想真的挺不同。那比如说像我的话，那我会觉得中个1000万，对我来说我会非常开心。但是对你来说，中1000万对我来说我也会开心，拿到钱能不开心吗？但是中1000万之后的空虚感呢？明白了。这1000万你能把握得住吗？或者说我能把握得住吗？我有驾驭他的能力跟知识吗？我觉得我此时此刻我现在的我是没有的。你让我去投资2个月就被骗光。那你有很强的配得感吗？还是说不太强？配得感吗？我只是觉得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他配得上任何东西，只要他能把握得住。他配得上任何东西，但是看他能不能把握住，是看他本事了。不是说任何人，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配得感强吗？什么叫配得感？就比如说你刚才说1000万，我能不能把握住？那你觉得你是应该拥有多少财富的人呢？我不知道，我对我的人是没有设上限。不是上限，就是你觉得你应该拥有多少？我此时此刻吗？对，你的配得感是多少？你是一个国王呢，还是一个乞丐呢，还是一一个工薪阶层呢？此时此刻的配得感吗？现阶段，对，你觉得没有概念，没有画像。下限应该是有，没有做个限制吧？我只能说我对我自己的没有做任何限制。也就是说，下限是普通人，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对吧？普通人其实让我做的有点不舒服。你说一辈子当个普通人，我就觉得没啥意思，是吧？一眼望到头。我对上限是没有划界限的。能做到怎么样说不清楚，是吧？反正一直慢慢经历，慢慢学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这东西不知道是个非常好的回答，就很真实，很 real， 对。
你应该起个英文名叫瑞欧，瑞欧。瑞欧，我操，真神奇！我一想起有些英文老师给我取了傻逼英文名，他妈跟狗的名字一样，我都不想提那些英文名。哦，那就别提了。要不加鸡巴取英文名，他妈的。对你说到老师嘛，我就想到这个老师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是那些混的比较，就是读师范的有几个厉害的人，真是服了。对，所以后来他去当老师嘛。我就在想，一方面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尤其是男老师啊，如果那种很年轻的男性，因为教师是收入比较低的那个行业嘛，如果我数学好的话，我去金融公司工作，或者去做那些高级的打工人，那比教师的工资那会高个10倍100倍的。好，结果他去当老师了，当老师之后呢，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平衡嘛，有一种不爽，然后那种不爽的话，他又想到，哎，这些学生这些青少年他们都是小孩，他们都不懂，他可能就会在无形潜意识当中，他把他的那个不爽给发泄在小孩子身上。那个开文是老师吗？啊，我教小孩唱歌嘛，声乐。那这话题还能聊吗？我操！啊，哎呀，没有，我们说的是体制内的老师，体制内的老师是自由职业者，体制内老师比我厉害多了，所以我根本不受伤。你这受到双倍伤害，你这个是？没有，我不在意这些，没事儿。也不能说老师完全不依赖吧，完全不厉害吧，反正老师是吧，也有头脑聪明的，是吧？我那些数学老师数学做得很好啊，是吧？我那数学老师还会自己出书啊。但是老师嘛，反正说每个人喜好不同吧，我只能这么说吧。有些人就是喜欢教学生，在教学生身上找一些存在感跟成就感。我不能评价说老师是不是就是不太好，但是普遍老师的水平就师范嘛，师范分比较低嘛，是不是？就我要说有厉害的老师肯定是有，但是大部分老师就是教个课本，你并不能教书育人，他只能教书，他不能育人。我还是觉得老师善不善良比较重要。善良老师有，他教的好不好可能是他的能力，但是他能不能恶心到其他的人或者同学，这个可能是他的功德问题。对，教书育人，现在很多家长只看重老师的教学水平，并不看重老师的品德，但是实际上真的人品，对，人品对于一个学生在幼小是吧，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幼年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对，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对，这很多老师不配当老师。对，人品问题就是。有些老师只是一个职业。我问我之前读小学6年级的表弟，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他说有的老师虽然知道我成绩不好，但是让我去帮忙去拖个地、去搬个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很客气的来问我啊，那种态度的话，会让我感觉到尊重。对，但是有的老师那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嘛，就是真的是初中的时候，真的那件事情我要记他10年，就是那个。当然是很小的事情嘛。我们班上一个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相当于就是喜欢放学了之后都留在学校去做作业嘛，因为觉得回了家里面去就想玩，就不想做作业了。好，就后来班主任他可能那天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办公室搞晚了，他要走，然后看到教室，哎，门还没有锁，然后又是我们2个，然后我们2个都是那种成绩中上的嘛，然后他就开始在那里骂。就是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就是真的是很莫名其妙。你要说我上课说话还是怎么样？关键这是下课时间，我们是在那里做作业，好不好？又不是在那里聊天。然后后来就是最后我就反驳了几句嘛，然后他就直接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去，在那里不断的说，就把他自己的那些那完全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在那说。我说我待会我还要补课，好不好？过了1个小时之后，我有1对1的家教。然后他说这件事情你得留下来，这件事情比他更重要。我说那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好不好？我花钱去补课的。然后他一听血汗钱啊，还能反驳。对，后来他一听，我小时候就不说话了，我操！听他把话说，赶紧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小，14岁，对。好，然后我一听他一听血汗钱啊，那说明你父母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然后就那更要留在这里哇。然后我直接被他给说哭了，我操！就是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嘛，就是像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势利眼。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班上跟一个同学打架，然后打的时候我就直接
在那里咆哮怒吼，一边揍他一边说我舅舅就是副校长，你要是再敢装逼的话，我直接让你搬桌子，把你赶出校门。就后来就是那一刻嘛，就是班主任进来了，被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听到了嘛。然后后来叫到办公室里面去问的时候，后来他还问他，你舅舅到底是不是副校长？我说这个东西不关你的事，你不用问，你不用，这不重要，我们就事论事。就后来那个学期嘛，我不仅没有收任何处分，反而还评了个3号学生，那是我高中唯一拿到的一个3号学生。我莫名其妙。其实我感觉，越是小地方，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人情世故就越复杂。比如说，福建有一个小城市嘛，就永安嘛。然后我姑爹在那边算一个小领导，也不说小领导吧，在他们那个小城市算个大领导，一个地头蛇等于是。他是那边电网的局长嘛。然后当时我不是高中读一半没读了吗？然后他们又想让我去参加高考嘛，就把我送回去补习一下嘛。当时他们永安一中本来说是很难考上的，就是外面的渠道只能通过中考考上，其他的渠道你学籍都录不进去嘛，是吧？当时就我姑爹一句话，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校长办公室，是吧？然后校长那个校长对他是吧，又是端茶，又是给笑脸，又是端茶送水的，我他妈学籍他妈一句话就进去了。后来到那个班上也是重点照顾，我是学校什么领导3天2头跑到班级门口问我学的怎么样，我操，人才，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其实越是小地方，学校的领导是吧？因为学校的领导，学校这个东西光就是跟孩子有关嘛，是吧？每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有条件结婚，都会有孩子嘛，都会进学校嘛，所以他们学校其实跟当地政府啊那些领导，其实都互相之间都是有关系的。都是走人脉的，对，只能这么说。他是走人脉，但是不过后来我一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从那个省城，从武汉转到我们那边读，他老爸是湖北省公安厅的一个督察，对吧？但他成绩就很一般嘛，还没我好，然后最后坐我同桌，然后我也没有感觉老师有多关照他呀。你老师不知道吧？都有可能，或者你老师不会表。或者你老师不会表现了，让你去问他校长了，校长肯定知道了。可能觉得跟那或者说你那个地方比较，或者你那个地方经济稍微好一点，比较大。我那经济很一般，经济一般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省公安厅的督察跟这个我们这个市教育局的。这个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不是他直属的那个领导。你省公安局督察，你托关系，你一层一层找下去，你也能找到校领导啊。可能没找，他们可能没交代过，他们可能觉得跟他没找。对，没找。对，可能也没有必要找。对，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个东西看那么重的。对，找了也没什么用啊，找了学生那个你学生成绩也不会变好。是。当时我进我那个永安小城市，我在那边上课上的不自在，他妈天天有人来找我说问我成绩怎么样，他妈感觉被监视，很恐怖，我操！问你怎么样？天天有学校领导什么莫名其妙的人跑过来问我学的怎么样，我操，他妈神的，他妈神奇，我操，受宠若惊，他们真的是，我觉得很烦，你知道吗？你是高中还是初中啊？我就不是高中，我不是高中高2读完没读了吗？我玩了几年嘛，就是最后1年嘛。不是我说我有一天就他们想让我去高考嘛，我觉得我在家里待得太无聊，游戏打腻了嘛，也想去高考了嘛，就给我送过去补习一下。直接把我学籍录，他直接把我学籍给录进去了。他是不看重这些东西，所以他不觉得享受，他不觉得受宠若惊，他的思维不是传统俗人的思想，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其实。对，他不是那种很享受特殊待遇的人。特殊待遇怎么说呢？每个人心里都多少有些享受吧，但是他们的感觉就我有30%的享受，然后7%的惊恐，我操！真是受宠若惊了，已经。30%的享受，7%的惊恐，那很恐怖，我操！对，我上学的时候也有那种虚荣感，就想，哎，我要是个什么明星啊、童星就好了啊，像 TFBOY 那种，就是肯定所有人都泡芙男孩，我操！对，关注我呀，或者那种。现在就觉得真的是，哎，确实，曾经的我。
我倒是没幻想过我是什么明星，我的幻想都是一些比较扯淡的幻想，现实不搭嘎，我操。有多扯呀？幻想你是外星人吗？那倒没有，反正我起码还是个人，我只能说我起码还是个人。我说我起码还是个人，其他都不太像人了。哎，不说幻想有点尴尬，我不说这个了，对吧？比较天马行空的人。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们那边一般，有的时候学生犯了什么错嘛，那一搞就要叫家长。当然，尤其是小学的时候，叫家长叫的一大点事儿，老师就得叫家长，对，把你妈叫来啊，然后叫来，然后后来那就当着面怼他嘛。好，一般的家长通常，尤其是小学老师嘛，是的，你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打他啊，那是一般的家长嘛。但是最厉害的就是林叔他媳妇儿，对吧？他说他小孩6年级的时候被各种就是因为读书不好偏科，被班主任各种屌，对吧？不对，被班主任各种虐。好，然后后来把他叫过去之后，因为他也是那个知识分子嘛，对吧？他就直接对老师说我的小孩我把他送到你这里来上学，我只是希望他快乐。你不要求成绩，他如果是说为了一个外在的东西被你折磨成这个样子，那我宁可你不要再管他了。他就直接在办公室里面，那个林叔他媳妇，我觉得阿姨跟我说的原话是，她直接拍桌子了嘛，就老师说他这个人不话，那个但阿姨直接啪拍桌子站起来说他妈我儿子在这里爱怎么样不需要你管，大概就说简单点就这种意思。就是我的孩子在我学校是吧，开心就好。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